很多人因为这个视频把家里面搞断网，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个视频网络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。想必这个视频我大多数粉丝都看过吧。其实这是我最失败的一个作品，这个作品甚至发展到后期，有任何的评论我都不敢去点开。在它发布的一天之内，在全网就引来了近万条评论，其中有不少都是质疑谩骂的声音，更有一些粉丝为了我去怼了那些骂我的人，这就产生了更恶性的循环，导致我不得不全网下架了该视频。当时产生这么多谩骂的声音，我当时还是不能去理解的，我只是把我遇到的知识分享出去而已，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？于是我连夜为了这个视频专门录制了一期视频去解释的。我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用这个方法去解决网络卡顿的问题，我怕他们不信，我还附带了一个2级路由器经过 NET 地址转换导致网络卡顿的视频。但是一个视频难以服众，依旧有更多的高级网络工程师站出来喷我。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纠结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理论上不是这样的，但是实际上我就通过这样的方法解决了无数次网络卡顿的问题。我只好连夜反复观看我的视频。我的视频里面主要讲了2个知识点， IPv4 与 NET 地址转换。 IPv4 讲的是没有任何问题，全球的 IP 地址数量确实被分配完毕了，出现问题的是 NET 地址转换会导致网络卡顿，就是这个观点才是视频的导火索。更多的人让我多学习网络方面的知识，就知道我是多么的无知。因为 NET 根本就不可能导致网络卡顿，那就真的奇怪了。我这些年跑去维修的地方都是假的吗？于是我一直打算去寻找真相，直到一名 T-888 的 UP 主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。他是这么说的：网络设备虽然都是按照协议规范制造出来的，而协议又是通过编程来实现的，这就不可避免带来一个问题，各厂家编辑水平不同，导致程序无法完全按照协议要求来运行。这也导致了各种无法用理论来解释的故障现象。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实践出真知，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离谱的解决方法，只要能解决问题就是好的解决方法。就这样，事情真相大白了，原来错的真的不是我，也不是那些理论大神，而是生产厂家。是啊，更多的厂家为了节省成本，并不是所有路由器都能去保证 NAT 地址转换的稳定性，这就导致了网络经过它的设备再一次地址转换，网络会变得奇差无比。我的方法正好是跳过了它的 NAT 转换，但是这个方法也是存在弊端的，因为一旦这样改，所有的工作量就得上一级的路由全部负责了，这对上一级的路由器性能有一定的要求。如果你上一级路由器性能也比较差劲的话，这样修改网络只会更卡。这也解释了部分人为什么这样修改网络会更卡的原因。事情真相大白了，但是我一直没有高兴起来，反而在那次谩骂中感受到了网络暴力的可怕性。各位网友们，你们的每一个负面的评论都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。不过我倒是无所谓，因为巨大之争议那期给我带来了不少的流量，不过这种流量不要也罢，我更喜欢的是用正当的方法来获取流量。在这里我更加感激那些支持我的大神，尽管我的视频出现了偏错，但还是以很中立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，并不会仗着自己是班科出身来怼人。不过我以后再讲科普类的视频也要做一下功课了，怎么说也是有一定粉丝的主播了，是该多学一些专业性的理论知识。好了，感谢大伙一路的陪伴。有个粉丝和我说，他们家300兆的宽带每一次测速只有100兆，开始我以为是他设备问题，我让他拍设备型号给我看一下，结果发现他们家的路由器是1000兆的，交换机也是1000兆的，这就疑惑了，按理说应该能跑到300兆啊。我让他拍弱电枪给我看了一下，当时我看到弱电枪是这样子的时候，这我就知道什么原因了。于是我就交给了他我入行5年以来学到的最厉害的网络优化绝学，那就是他按照我的方法重启后，果然网络又恢复成了300兆。我以为这事就结束了，但是没过多久，他的网络又掉了100兆，这就好奇了。二话不说，去他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，看我是怎么帮他恢复成300兆的宽带的。处处好风光。Many months later， 我来到了他们家，居然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它的光猫居然不是路由模式，而是光猫的网络传输到客厅这个路由上，这个路由器负责拨号，然后再一条网线把网络传回到这个弱电枪的交换机上。我用电脑接上交换机看一看，是不是和他说的一样，只能测到100兆的宽带。我用宽带测试后发现，果然和他讲的一样，只有100兆。我下意识的看了下这个交换机，是1000兆的啊，然后再去客厅看了下这路由器，确实也是1000兆的，那没理由啊。
为什么只有100兆的网络？接下来我就要测试这光猫有没有300兆了，毕竟所有的网络源头都在这光猫上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电脑直接连光猫一测，居然也是100兆，没理由啊！那它之前是怎么测出300兆来的？想必应该是线路出了问题。我检查了下光纤线，果然发现有一处折到了，怪不得网络时好时坏的。由于当时的画面没有拍到，这个画面是我一狠心把我家自己的光纤给折了，补拍给你们看的，就为大伙一个。大伙在家里也多注意一点光纤线，收拾的时候尽量不要像这样被折到，网络不稳定不说，甚至会断网。我把它的光纤线捋顺了一下，之后的网络再怎么测都是300兆宽带了，但是有个房间反复测试还是100兆网络，那么这个面板肯定存在古怪。我把它拆了之后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当初装网络面板的师傅偷懒，只打了4星，4星是100兆网络，8星是1000兆网络。这里我教大伙怎么接这种面板，为了示范给大伙看，我也把我家的网络面板给拆出来了。这种面板它分 A 类和 B 类接法，我这里选择 B 类。B 类第一个颜色是橙色，那么我就把橙色放进去，然后像这样按进去就行了。第二个颜色是白橙，我们一样把白橙的颜色网线放进去，然后又摁一下就行了。就这样，只需要把相对应的网线放进去，摁一下，这个网络面板就可以打好了。你学会怎么排查自己家里面的网络故障了吗？下一期是别墅安装监控过程。一个停车场的全部监控都瘫痪了，去了好几个师傅，居然都搞不定。他们说就算我过去了，也不可能解决的。当时我在想的，我就几个监控吗？我就不信有这么邪门，那么我就亲自过去解决，打他们的脸。经过几十的公里路程后，我到了目的地。走吧，我倒要看看这几个监控能sinh出什么妖来。我一过来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，他们说监控主机放在里面，但是临走之前忘了给我留钥匙了。这损的，这门让我怎么开哦？我不会要开几十公里回去拿钥匙吧？估计他们指定等着我回去看笑话呢。罢了，我不装了。这种门对于我实战选手来讲，其实就是个摆设。打开门后，我用个显示器接在录像机上面看看监控到底有什么妖，连他们都搞不定。一接上去，果然发现所有的监控画面都丢失了。我点击右键，主菜单输入录像机密码后，点击配置，网络配置里面查看一下监控是属于什么网段的。我看到了监控录像机属于 192.168.8.1 网段的。由于他们都是用手机观看的，所以我要看看录像机有没有联网。这个在线状态就是显示录像机是联网状态的，那么录像机是正常的。接下来就要排查摄像头了。我来到通道管里面查看了下通道，奇怪的事来了，网段和录像机是一样的，为什么出现网络不可达？这种情况我只好删除所有的通道试一下，结果删除后，下面的在线设备列表居然没有出现任何的设备，这就诡异的很。因为每次删了通道，下面都会像这样出现可以添加的摄像头，但是这次就是没有。这种情况我只能检查线路了。交换机上面的6个摄像头的灯都是正常的，那代表线路也都是正常的。我只能重新插拔录像机上面的线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收出摄像头来。很显然，这个方法也是行不通，这个还是真的挺奇怪的。不过没关系，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重启能解决一半。我把所有的摄像头都断电，再插回去试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不行。难不成是这条网线出了毛病？我于是换了一条网线试了一下，结果发现还是一样的收不到摄像头。这事就真的奇怪了，该不会是这录像机出了什么毛病吧？为了排查是不是录像机出了毛病，我用电脑打开设备搜索软件试了一下，结果发现也是收不到摄像头。那这又排除了录像机和网线问题。当时我也懵了，难不成这6个摄像头都集体坏了？这几乎不可能吧？这6个摄像头的灯都亮得好好着呢。你要说交换机问题吧，好像也不太可能。这可是1000兆网管型交换机，还带光口那种，实在没辙了，只能说去车上拿一个交换机换上去试一下。我换好交换机后，发现电脑居然能收到6个摄像头了，录像机也添加上了全部的摄像头，这事就给我解决了。但是我还是很疑惑，这交换机质量没这么差吧？我一个人在车上好好的研究了一番，大伙猜我发现了什么？原来不知道是哪一个一时手痒，把交换机拨到了微刃隔离模式，这相当于把全部的摄像头都隔离起来了。难怪录像机和电脑都收不到摄像头，就是这么一整，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所以大伙千万不要一时手痒，乱拨交换机的工作模式。